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为刘亦菲打伞，刘亦菲主动拉着杨幂的手离开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应该是杨幂被欺负最惨的一次。2020年微博之夜，舞台上演了4位美女同台的体验场景。应主持人要求，4人携手同台亮相。站在最前面的同意了，刘亦菲和杨颖早就牵手了，但是排在最后的杨幂几次试图牵刘亦菲的手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只见仙女一手拿着道具，一手拿着杨颖，丝毫没有要牵杨幂的意思。这时候杨幂向前走去，而那些别扭的数字则看向3个人的方向。图一出，杨幂和刘亦菲不和的传言很多，我脑子都沸腾了。也有很多网友猜测，两人的关系可能已经变质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被发现。《神雕侠侣》拍摄现场，杨幂为刘亦菲打伞的亲密画面在不经意间流出。当时网友都以为是闺蜜，但是随着杨幂地位的上升，刘亦菲的风光不再。回过头来看这一幕，也许我们的结果不一样，甚至两人还经常被网友拿来比较。比如《三生三世》，杨幂是电视剧女主角，刘亦菲转头拍了电影版。显然，大多数观众喜欢杨幂版本的白浅。另一方面，刘亦菲的电影被诟病的不仅仅是剧情，还有刘亦菲的演技。或许这就是刘亦菲在盛典上故意不给杨幂台阶下的原因。但是舞台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真的是真的吗？或许观众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在她下台的时候，刘亦菲主动拉着杨幂的手离开，就像当年杨幂给刘亦菲打伞的内幕。这些动作都是无心而为，根本不存在谁能刁难谁的问题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刘亦菲其实是个男生，她去美国做了2次半变性手术，最后变成了女孩。2005年，宋祖德在社交媒体上振振有词地指认刘亦菲是原作。这个男人前后去了2次美国，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女儿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引来数万网友围观。这消息好像一夜爆了。宋祖德更是猖狂，他甚至说是他朋友自己给刘亦菲做的手术。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信息，他不会马上在网上透露。当时刘亦菲凭借《仙剑奇侠传》跻身最受年轻人欢迎之列。当他无意中发现这个关于他的谣言时，他并没有在意，因为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有点热度的无名小卒。一旦舆论的热度消退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没想到舆论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，甚至严重影响了刘亦菲的工作和生活。无奈之下，刘亦菲登上法律报告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在专家和主任的见证下，他们挖掘出了这个谣言的来源。这个谣言最先发表在一份报纸上，然而报纸倒了锅。这是论坛上转载的一篇文章。这个项目的几个专家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这样解决了。刘亦菲也为自己讨回了公道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宋祖德的嘴巴还是很忙。没过多久，他在宣传自己的新片时，未来不明人物的打人事件一出，又把矛头指向了刘亦菲。真的是回答内心那句话的问题。有很多人的心，为什么刘亦菲没人敢嫁？因为她的价值太大，一般男人真的驾驭不了。刘亦菲名下有一套豪宅，位于北京郊区，总面积1万平方米。她不仅有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后院，还配有私人保安。豪宅有3层，单幅照片没办法展现豪宅全貌。不过刘亦菲因为工作原因，平时不住在这里，而是住在国外。然而，仅仅依靠这套房子，我们做不到。刘亦菲是真正的亿万富翁。2020年，刘亦菲与杨幂、佟丽娅一同出席活动。她的模特可以说比其他任何一个女演员都好。她会率先戴上价值千万的皇冠，手里一个尾环价值100万。她不愧是神仙姐姐，参加一个活动抵得上别人的2套房。刘亦菲刚出道时15岁，20出头的时候，她名下有几十辆豪车，包括一辆防弹保姆车和一辆红色法拉利，
还有价值600万大军的慕尚。这是刘亦菲平时出门活动开的车。刘妈妈平时开的是保时捷，不得不说刘亦菲家境真的不错。不仅如此，刘亦菲还是时尚界的女王。她凭借神仙姐姐的称号受到各大时尚品牌的青睐，从此她站在了时尚金字塔的顶端，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。她随便代言了一件奢侈品，一个月入100万、轻松过亿的男人要得到刘亦菲一定很难。